出了公司后，战印上了苏南的车。苏南说你的豪车不坐就算了，你那辆专门用来骗你老婆的商务车也不用啊。战印边系安全边说道，坐着你的车过去，我家彤彤就不用担心我失业了。你失业？嫂夫人还担心你失业啊？苏南都要笑了。总裁夫人什么不担心，竟然担心战印失业。战印不打理战氏集团的话，他底下那8个弟弟得哭死。他一个人就挑了9个人的担子，他倒是没有说，不过他开始心疼我的钱包，叫我平时花钱别大手大脚的，我经常和你在一起。他觉得我能牢牢地抱紧你的粗大腿，就不用担心了。苏南他不知道他的大腿才是最粗的吗？说着海童时，战印眼底一片的柔情，听了苏南的话，他也不觉得有错。我老婆来电话了。战印说了句，苏南识趣的把车上的音乐调小声一点。彤彤。战印接电话时还是一本正经的，只有熟悉他的人才能听出他说话比平时温柔多了。战印，你吃饭了吗？要请我吃饭。战印本能地问了句，想起他是约了沈小军的，没他什么事儿，他又酸溜溜地补上一句话，说道：你请沈小姐吃火锅，也不要我跟着，怎么可能请我吃饭？则又吃醋了。小军是我最好的闺蜜，你还老是跟她比啊？你们能比吗？一个是我最要好的闺蜜，一个是要陪我过一辈子的丈夫，你们在不同的位置上，无需比较的。你今晚要应酬是吧？别喝那么多酒哦。要吃些东西再喝酒，需要我去接你，给我发个信息就行。吃着沈小军飞醋的战印，心情好多了。沈小军再重要，都不是陪他过一辈子的，陪他过完这辈子的人是他战印。他说的对，真的没有必要和沈小军比，否则他天天都能泡在醋缸里。他不会因为他会乱吃飞醋就断了和沈小军来往的。我陪苏总约一位客户吃饭，不会喝那么多酒的。海童就叮嘱了他几句后就挂电话了。有老婆的男人果然是不一样的，到了饭点都有人打电话来问你吃过了没有，时刻惦记着你，连你要应酬会喝酒都担心你醉了。战印把手机塞回裤兜里，淡淡的道：所以我喜欢被我家彤彤管着。事实上海童也不怎么管他好不好，他老是把自己说成各妻管严，还是在秀恩爱撒狗粮啊。吃火锅时点了很多菜，吃得满嘴生香时，遇到了丈夫过来，那是什么感觉？海童他知道我一向能吃，像个小猪猪一样，所以没感觉，看到就看到呗，花他自己的钱，他想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彤彤。战印是装着偶遇的，率先走过来。苏南和陆东明并没有马上跟随。战先生啊。沈小军打了声招呼，看到不远处的苏南，他又朝苏南笑笑。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海童意外地问着，他也看了看苏南和陆东明，问道：你说跟着苏总一起陪一位客户吃饭，那个客户是陆总？是陆总啊。战印扭头看向2个好友，2个人收到了无声的信息后，一前一后走过来。苏总啊。海童起身微笑地叫了苏南一声，又叫了一声陆总。那沈小军也跟着起身。大家寒暄过后，海童就随口地说了句：哎，你们要是不介意一起吃啊？好呀。战印答得最快。苏南看着沈小军笑道：沈小姐会不会介意啊？沈小军觉得这2个人都忽略了他们的重要客户陆东明的意思，他就看向陆东明：陆总要是不介意就一起吧，陆总才是主角呢。这2个陪客户吃饭的人都把陆东明边缘化了。陆东明就有点糟心的想着，他原来是跟着来当电灯泡的。2个好友都成双成对了，出来吃饭还叫他做什么？他什么都不用吃，吃狗粮就能吃撑。客随主便。陆东明说了句，于是铁三角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地坐下了，然后又点了很多的菜。陆东明坐下后本能地问了海童一句：海小姐，你姐姐和洋洋没有跟着你出来？就所有人都看着他。
陆东明眨眨眼，他问错了吗？海童对他姐那么好，又极为疼爱洋洋，他出来吃火锅啊，没有叫上海林母子俩，他觉得有点不正常，就问了句，个个都看着他作甚。海童回过神来，忙答道：我姐在减肥，她说她不出来吃了，来了也不吃东西，反而影响我们的食欲。洋洋到了晚上比较黏我姐，我姐不来，她就不来。陆东明理解地说道：孩子小是这样的，洋洋总是怕我，可我特别喜欢他，每次看到他都忍不住想抱抱他，可惜他不肯让我碰他一下。你姐减肥已见成效，让她继续坚持，估计都不用3个月就能瘦下来。她当初是给海玲3个月减肥的。海童替姐姐道谢，谢谢陆总的关心。陆东明笑了笑，说道：他曾经是我公司的员工，现在又租了我的店铺做生意，我才会多留意一下。主要是我很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见大家还在看着他。陆东明总算后知后觉的道：你们这样看着我做什么？该不会以为我对海玲有意思吧？那海玲的前婆婆也质问过我是不是在追求海玲，这怎么可能？海小姐，我不是说你姐不好，我是说总之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纯粹是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对你姐才会多一点点的关注。陆东明觉得自己和海玲是八字犯冲的，只要看到海玲，他都担心自己的车子会受损。苏南笑道：我们怎么想了？我们什么都没有想，是东明你敏感了。多心啦。你会敏感就是好事。陆东明在桌子底下踹了苏南一脚，他真的是冲着洋洋去的，因为喜欢洋洋这个孩子，就对洋洋的亲妈多了一点点关注。要知道，他一开始关注海玲还是因为战印呢。战印和海童闪婚，海玲成了战印的大姨姐，陆东明不就看在好友的面子上，在海玲刮花他的车子时，他少收了修车费。陆东明知道好友们还是误会他对海玲有好感，也懒得解释了，越解释越黑的，就像此地无银300两一样。几个男人加入后呢，战印叫了2瓶酒，除了陆东明不喝酒之外，他等会儿要开车，苏南和战印都喝了点酒，不过没有醉。吃饱喝足后，大家准备起身离开呢，苏南忽然说道：战印啊，东明，我怎么回家啊？我喝了酒不能开车呢。陆东明在迟唇，也知道苏南是故意的，想让沈小军送他。我还有急事，先走吧。陆东明撇下一句话，就赶紧溜了。战印则说道：我也喝了酒，不能送苏总啊。沈小姐，可能得麻烦你一下，帮我送一下苏总。海童想说让苏南请代驾的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他可是媒人啊，得给苏南制造机会。最后呢，还是沈小军送苏南回家。海童夫妻俩回到位于明苑花园的家，发现梁姨不在家。海童正想打电话给梁姨，战印说道：我给梁姨放了1个晚上的假，咱们俩好好的过过2人世界。他说话的同时走到了海童的身后，很自然地圈搂着他的腰肢，把他往他的怀里带，头跟着低下，埋手于在他的脖子处，低哑的道：彤彤，又叫声老公来听听。我喜欢听你叫我老公。海童觉得脖子处有点酸，想推开他不肯放手，只得说道：你别那样，我怕痒。战印故意亲吻着他的腮边、耳垂和脖子处，亲得轻轻柔柔的，带给海童一种醉人的酥意。他受不了他这样的轻撩，让他心疼难耐，费力的在他怀里转过身来。海童2手一勾一搂，搂住他的脖子，化被动为主动。他会撩他，他也会，他比他敏感多了，他只要随便撩一下他就受不了。果然没2分钟，战印就把他打横抱起，旋身就回他的房间。战印叫我老公。老公，我们还没有洗澡，一起洗。海童脸微红，却没有反对。战印转移了阵地，抱着美娇妻进了浴室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似的。战印才抱着海童出来，他神清气爽，
海童昏昏欲睡，被他放躺在床上后，他嘴里咕哝了几句什么话。战印贴近前去想听清楚他说了什么，都听不清楚。没2分钟，海童就睡得像小猪一样沉了。隔天呢，海童是被门铃声吵醒的，摸到身边的男人还在。海童眼睛都没有睁开，就用脚去踢了踢战印，嘴里说道：“战印，你起来去开门，看看是谁来了。”他困了，就也有点累。战印不经撩也不能撩，把他撩疯了。受累的人是他，可能是我妈吧。战印边起身边说道：“昨晚你睡着后，我打电话给我妈，请我妈今天过来陪你去买晚礼服，给你公司年会时穿。”闻言，海童猛地睁开眼，自床上坐起来，嘴上说道：“你继续睡，我出去开门。”他说话的同时，动作也不慢，赶紧去拿来衣服换上，然后梳理头发。战印看着他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这些，说道：“出去时，你先去厨房里拿条围裙围上。”为什么？按我说的去做就行。战印笑道：“快去开门吧，别让你婆婆久等了。”海童扭身就走，出了房间，他按照战印说的，还真的去厨房里拿了条围裙围起来，然后边说道：“来了”，边小跑过去开门。站在屋门口的人还真是她的婆婆唐君叶。妈，早安啊。海童甜甜的笑着向婆婆问好。哇，唐君叶两边手还提着2袋东西。海童见状啊，忙伸手帮婆婆提东西。妈，这些是什么？挺重的。是海童来开门，而且海童还系着围裙，一看就知道是在准备早餐，笑得又甜，还会主动帮忙拿东西。唐君叶脸上的神色温和了5分，边往屋里走边说道：“给你们带了点吃的过来，有一袋是海鲜，阿印说你喜欢吃海鲜。我来得早，就顺路给你买袋新鲜的海鲜过来。这一篮是鸡蛋，你奶奶非要我带过来，说是真正的农家走地鸡生的鸡蛋比你们平时买的好吃。其实这些鸡蛋也是买的，不过是跟战家果园的工人买的。那些工人征得主人家的同意后，捉了不少鸡放在果园里养着，说是真正的走地鸡生的鸡蛋是事实。老太太这样做呢，就也是替长孙遮掩一下，让海童坚信战印是个普通人。唐君叶把那一篮鸡蛋递给海童，最上面的那10几个特别大个的都是双黄蛋。海童接过了那篮鸡蛋，连同那一大袋海鲜一并拿进厨房。自己家里养着很多鸡吗？让奶奶以后不用给我们送过来了，我们买来吃也是一样的。自己家养的鸡生的蛋留给奶奶补身子。唐君叶说道：“这是他老人家非要我带过来给你和阿印吃的，是他老人家的一番心意，你们收下就是。要觉得过意不去，早点满足他老人家的愿望。”海童笑笑，没有再接话。老太太的愿望就是早点抱到曾孙女，她和战印是成了真正的夫妻，夫妻俩也没有刻意去做防避的措施，对于孩子是采取着顺其自然的态度。有缘的话呢，孩子自然会来找他们。若是与孩子的缘分还没到，就他们夫妻俩还可以过几年的2人世界。所以提到满足老太太的愿望时，海童不敢承诺。海童，阿印呢？唐君叶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来，不见儿子，随口问了句：“还没有起床呢。”海童把鸡蛋和海鲜放好，顺手就开始准备早餐。妈，你吃过了吗？还没有，阿印叫我早点过来陪你去挑晚礼服，就都来不及用早餐了。知道他大清早就要过来陪儿媳妇挑选晚礼服，他家先生那张脸拉得比马脸还长，说什么儿子要隐瞒身份考察儿媳妇的人品。那是儿子的事，干嘛还要麻烦他的老婆？让唐君叶哭笑不得。都什么时候了，阿印还没有起床啊？战印工作忙，晚上总要加班应酬，让他多睡会儿。唐君叶说道，他平时也是忙到半夜3更才回家，隔天依旧早起晨跑，是有了你他才变懒了吧？海童，
你也别太宠着阿印，不论男女，宠坏了，害着的都是自己。妈，你在我背后说我坏话了。战印从房里出来，一身西装革履的，看上去气宇昂轩，神采奕奕的。就是外套还没有穿上，那领带也没有戴，他都拿在手里。唐君夜起身走过去，妈才说了你一句变懒了，你就出来了，还好妈没有骂你。这2天气温回暖了点，不过早上还是很冷的。哎，赶紧把外套穿上吧，免得又感冒累着海童。见母亲就要拿走他的外套帮他穿上。这是母亲照顾他爸时养成的习惯。战印赶紧自己穿上外套。他是想让海童体贴他的。连领带都自己戴上去了。海童的话从厨房里传出来，妈，他要是再感冒，就让他天天喝1大杯的中药。战印的俊脸一垮，唐君夜笑道，阿印最怕喝中药的了。妈，你是不知道的，你儿媳妇照顾我的时候，听我随口说吃西药副作用大，就让医生给我换成了中药，每天逼着我喝1大杯的中药，我都要喝吐了。唐君夜眸子闪烁，面上态度不变，说道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海童也是盼着你快点好起来。再说了，是你自己抱怨西药的副作用大，那就给你换成中药，这没毛病呀。你呀，自己注意点，别让妈担心哈。还有，海童现在是不用看店了，但也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他忙活啊。你有空的时候帮着分担一下家务活。你看看海童大清早就起来在厨房里忙活了，你呢，睡到现在才起来。唐君夜数落着战印。厨房里的海童忽然明白了，战印让他给婆婆开门之前要围着围裙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让婆婆看到她的勤快。那家伙还是向着她的。海童对战印的喜欢又深了一层，有战印给她和婆婆调和，她和婆婆的关系感觉都亲近了一点点。都说婆媳自古以来就是天敌，但他们又都爱着共同一个男人。只要那个被共同爱着的男人会调解婆媳矛盾，婆媳也能相处好的。唐君夜对海童是不太满意的，不过战印会调和。他刻意让母亲看到海童会过日子，会宠着他，看到海童的勤劳。嫁进他们战家的女人，被他们的丈夫宠了几十年，最是见不得男人什么事都不管，当个甩手掌柜，什么都给老婆去做，老婆做了还要挑3拣4，各种挑刺。所以他让海童围条围裙给母亲开门，让母亲以为海童早早就起来忙活了，而他还在睡懒觉，这样母亲就会忍不住心疼一下海童，说他的不是。反正他是当儿子的呀，就算被母亲骂个狗血淋头，他也无所谓。妈，海童起来做早餐啊，收拾屋子呀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哪家的女人不都是这样忙活着？战印这一句话一下子就点燃了他母亲的怒火。谁说当老婆的就一定要早起给你做早餐啊，就要收拾屋子的？这不是应该的，他又不欠着你的，要把你当成大爷来伺候呀。战印，你说你是以你爸为榜样的，你这种想法跟你爸差远了，赶紧纠正过来，学成什么样子了？嫁进咱们家的女人呢，哪一个不是被宠着的？就你把海童当成佣人来使唤，还说是应该的，幸亏今天是妈过来，要是你奶奶听到你这样说，她保证就1拐杖敲过来，打得你原地跳舞。海童，海童！唐君夜骂了儿子一顿后，就叫着在厨房里忙活的海童。海童忙从厨房里出来，妈，怎么了？过来。唐君夜招呼着儿媳妇进前后，亲自动手把海童身上的围裙扯下来，对儿子说道，你先把你的西装外套脱掉，还有领带都解开了，一会儿再戴上去。战印照做了，然后他亲亲的母亲大人就把那条围裙套到了他的身上，再把他往厨房里推去，嘴是说道，你进去做早餐，让海童休息休息，改改你在家要当大爷的坏习惯。海童忙道，妈，没事的，我做吧。海童，你别宠着他，他是我生的，
我知道他的脾性，非常的大男人主义，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他转。你跟他相处的这几个月，没少受委屈吧？海童在心里腹诽，知子莫如母。战印之前是真的觉得所有人都该围着他转，以他自己为中心，特别的小气，容易生气。夫妻俩闹过2次矛盾后呢，他最近是在改变之中，能不能改得彻底，尚不知道。谁知道哪天他又发脾气，又跟他闹矛盾，冷战，妈都不知道谁才是你亲生的。战印一边系好围裙，一边嘀嘀咕咕的，然后摆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。进厨房去，进去后又偷偷地探出头来看了看，对上海童的视线，他朝他眨眨眼。唐君叶就像是听不到儿子的抱怨一样，他拉着海童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教着海童，以后真要让阿印分担一点家务活，别把他宠坏了。妈，我真没有奶奶教过我的了。战家的长辈是真的很不错，奶奶会教他如何调教战印成为好丈夫，不要宠坏战印。海童还不觉得有什么，毕竟他就过奶奶，跟奶奶最熟了，奶奶又是个帮理不帮亲的人，现在婆婆也这样说，说明是战家的家风极好。她嫁给战印真的是捡到宝了。你奶奶教过你，你也要学到才行，别奶奶教你，你学不到，把阿印宠成了个大爷，以后吃亏的是你。海童笑道，妈，不知情的人听到你说的话，会以为我是你亲生女儿，战印是你女婿呢。貌似呢，他还真有点颠倒了呢。他应该偏帮着儿子才对。儿媳妇处得好了，也像女儿一样的。唐君叶自欺欺人地补充了一句，可能是被丈夫宠了一辈子吧。她刚刚听到儿子的话，才会反过来偏帮着儿子，感觉被儿子坑了一回。自我感觉被儿子坑了一回的唐君叶，在用早餐时刻意对海童好，让儿子都吃醋了，酸溜溜地说他妈，我是捡来的吧。唐君叶斜睨了他一眼，说道，这就是我对女儿和对儿子的态度啊，看这个臭小子还坑他不。吃饱喝足后，海童先送战印下楼。其实我也有一套晚礼服，不用买新的啦。海童跟丈夫说道，晚礼服有点小贵，1年难得穿一回，买回来就是放在那里，万一以后我长胖了穿不上，更是浪费。我觉得有一套可以穿就行了，不必买新的。现在快过年了，还要买年货，要花很多钱的。你也不是先跟我说一声呀，现在妈都过来了。战印听着老婆的碎碎念兼抱怨，他在上车前轻刮一下海童的翘鼻子，说道，童童，我跟你说过的，有多大的头就戴多大的帽。我要是经济紧张了，绝对不会这样做。我会这样做，就说明我们的经济还是宽松的。放心吧，给我老婆添2套新的晚礼服的钱，我还是有的。过年咱们就是买点年货，给长辈一点钱过年就行了。咱们还能收到很多利是钱呢，特别是你第1年在我家里过年，长辈们都会给你包大红包的。他故意说道，到时候你收红包收到手软，可得跟我分一半呀，因为有我在，你才能成为我战家的媳妇呢。海童失笑的道，行啊，过年收到红包钱，咱们1人1半。买完礼服的钱，我已经提前转给我妈的了。我妈的交际圈里不犯那些名门贵妇人，她懂行，让她帮你挑选，既能挑到适合你的，也能辨出料子好与坏，不用担心被坑了。战印怕海童不肯花他的钱了，所以提前把钱转给母亲。母亲不想要他的钱，但战印说了，他老婆的开支由他负责，没理由让母亲帮他承担这些费用的。唐君叶就不和儿子争了，儿子给他转多少钱，他都领了下来。好，战印，叫老公。战印温柔地看着他，低声说道，声音要温柔一点，嗲一点，让人听起来能从头酥到脚的。海童轻拍一下他的手臂，嗔着，像你那样是吧？我就没有觉得从头酥到脚，反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童童，
叫医生吗？你不习惯嗲，就温柔一点。我听了浑身舒畅，工作起来都有劲儿。哎，能早点完成工作，提前下班回来陪你。面对这块牛皮糖，海彤没办法，叫了他一声老公。蚊子声都比你叫的大声啊。海彤，你先去上班，等会儿和妈去逛街。我买一个大喇叭回来，天天对着大喇叭叫你老公，让全小区的人都能听见，行了吧？真的吗？珍珠都没那么真。在海彤的一再催促之下，战某人不情不愿地开着车走了。车子驶出明苑花园后，跟他的保镖团会合。他坐上了他的专车，在保镖车的簇拥护送下，浩浩荡荡地前往战氏集团。海彤在战印去上班后，就在婆婆的陪同下去挑选晚礼服。唐君叶有心想让儿媳妇在公司年会上成为全场最耀眼的女性，给海彤挑选的晚礼服是最漂亮的那款。亏得海彤气质不错，试穿那套礼服时能秀出衣服的优点。唐君叶看着换上晚礼服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海彤，说道：彤彤，你气质挺好的，不过你要是肯去学学礼仪，必定能成为名媛。妈，我的目标就是多赚点钱，买套房。对于成为名媛不感兴趣，我也不可能成为名媛。名媛的家庭背景都很牛逼的，我不过是一介小小书商，靠着跟学校合作赚点小钱过日子，哪敢去想那些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事。阿印都有2套房了。唐君叶想说自家儿子什么都不多，就是钱多房子多，我想提前买套学区房的。唐君叶看着海彤笑道：也行，提前买套学区房，装修好后通风透气，等你和阿印将来有了孩子，上学也方便。海彤一句话让唐君叶知道小夫妻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夫妻。唐君叶面上是笑着，心里却叹了口气，看来他的长媳就是海彤，不会再改变的了。以后他多指点儿媳妇便是。长嫂可不好当，海彤不仅仅是长嫂那么简单，还是战氏家族下一代的当家太太。战家这一代9位少爷，不可能人人都像战印这样娶个没有身世背景的女子为妻的。以后海彤面对家事比他好无数倍的妯娌，能不能处得来，能不能以长嫂的身份镇住妯娌们，都得靠他自己。唐君叶也相信婆婆的眼光，认为海彤能担得起战氏家族下一任当家太太的担子。当然，他认为海彤还需要多学习，学习。碍于现在自家儿子还没有向海彤坦诚一切，唐君叶还不好亲自调教海彤，帮助海彤成为没有家世背景也能震撼战氏家族所有人的当家太太，就像商太太那样。想到商太太是海彤的亲大姨，将来海彤这个战家大少奶奶的身份曝光后，商太太不会坐视不管的，肯定比她这个当婆婆的还着急让海彤变得更加强大。唐君叶的忧心减轻了点，就这套了，保管你换上了晚礼服，阿印看你能看傻掉。唐君叶拍板就要海彤现在穿着的那套礼服，那还有之前试穿后觉得都不错的那几套，他也一并买下来。买好了礼服，唐君叶又带海彤去买高跟鞋。平时海彤要开车他是不穿高跟鞋的，不过参加公司年会肯定就要穿高跟鞋。婆媳俩逛了大半天，买了很多东西。海彤自己掏钱给战印买了好几身新衣服，被他逼着霸道时，他说过给他多买几套衣服，让他以后就只能穿他买给他的衣服。他出差回来后，他都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中，今天逛街正好落实了。唐君叶见海彤给战印买的新衣服，一套西装2万元，一买就是好几套，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很贵的衣服了。海彤对他儿子还是很好的。婆媳俩提着大包小包上车了。很快海彤开着车载着婆婆回家去，没有留意到有辆豪车停下来，车上的人按下车窗，望着海彤远去的车子，问着身边的儿媳妇晶晶：刚才那2个女的，其中一个是彤彤吧？蓝晶肯定的点头：是彤彤。
和彤彤一起的那个女人是战家的当家太太吗？就是战印的亲妈。商太太眼神还是很好的。战家与商家不对盘，他和战太太见了面也会针锋相对，对战太太非常熟悉啊。刚才他远远地看到了自家外甥女和战太太上了同一辆车，紧急让儿媳妇停车看个清楚明白，还真的是唐君叶。他的外甥女怎么会和唐君叶在一起啊？妈，那个人是像战太太，是不是战太太？我没有看清楚她的脸，就距离远了点。蓝鲸不敢把话说得太死，是她，必定是她，我跟她针锋相对多年，她就算是化成了灰，我都能认出来。彤彤和唐君叶在一起，他们俩看上去关系非常融洽。海彤的丈夫也姓战，商太太就一下子就想到了她忽略掉的外甥女婿。她好像一直都没有问过外甥女婿的名字吧？晶晶，你说海彤的丈夫会不会是战印，或者战印的弟弟？不对，战印的亲弟弟不在战氏集团上班，海彤的丈夫是在战氏集团上班的，那就是战印了。蓝鲸一颗心揪成一团，还要努力镇定住，不敢让婆婆知道她夫妻俩早就知道战印就是海彤的闪婚丈夫。商太太没有留意到蓝鲸的反应，她还在分析着，如果战印就是海彤的丈夫，很多事情就能想得明白了。怪不得我和彤彤的 DNA 鉴定结果一出来，彤彤的丈夫就出差，怕是战印心虚，打着出差之名避开了吧。他当时刚认回外甥女，满心满眼都是外甥女，没有过多的问外甥女婿的事，不曾想有个大坑呢。商太太分析完后，当即就掏出手机来打电话给海彤。海彤在开着车，不过看到是大姨的来电，她还是接听了。大姨，彤彤呀，你现在哪里？大姨想逛街，没有人陪着啊，你能陪一下大姨吗？蓝鲸则趁着婆婆在打电话，赶紧给丈夫发了条信息。无痕妈知道海彤的丈夫是战印了。商无痕收到信息后，忙回信息问妻子，妈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她还没有跟父母说呢。我和妈刚刚看到了海彤和战太太一起逛街购物，这婆媳俩看上去关系融洽啊，买了不少东西呢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。战太太鲜少会出门逛街的，她需要什么都是让品牌商送货上门，今天出一次门，竟然还被她母亲看个正着。战印能瞒着海彤，骗不过她母亲的。海彤还真的不知道这些事，她听了商太太的话后，笑道：大姨，你能等一会儿吗？我现在和我婆婆在一起啊，先送我婆婆回家。商太太说道：可以叫上你婆婆一起，我们两家长辈都还没有见过面，正好叫上你婆婆，我们见见面，一起吃顿饭。大姨，我问问我婆婆的意思。海彤也觉得该让大姨和婆婆见见面，对她姐妹俩最好的长辈就是大姨的了。唐君叶留心着姨甥俩的通话，不等海彤问他就说道：彤彤，我很久没有逛过街了，今天逛了这么久，走的脚底都酸，不想再逛，跟你大姨说声抱歉，改天有空了再坐在一起吃顿饭。婆婆不想再逛，海彤只得歉意的道：大姨，我婆婆说逛累了，今天就算了，改天再一起吃饭。大姨，小飞和大表嫂不陪你吗？就算他们俩没空，姨丈退休闲在家也能陪着大姨的。那行，改天有空再约，你先送你婆婆回家，问问你先生晚上有空不，叫上你姐带上洋洋，一起来大姨家里吃饭。你先生大姨还没有见过呢，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战印。他估计没空吧，我问过他的，他说要放年假了，年后才有空去拜访大姨。商太太又嗯了一声，提醒海彤开车注意点，就主动挂了电话。战印，战印。商太太咬牙切齿的蓝鲸看着婆婆那张黑脸，小心地问着：妈，会不会是同名同姓的？海彤或许会以为是同名同姓，你也相信他们是同名同姓吗？怎么会有那么凑巧？首富战家的大少爷就叫战印，
年轻人不知道他战大少爷的大名，我一把年纪了，还是知道的。小飞一直见不到海童的丈夫，我想就是战印刻意的回避。商太太对战印那是既欣赏又有怨气，她的宝贝女儿在她心里那是最好的。配战印绰绰有余了，战印连个正眼都不给他的女儿，害得他女儿为情所困多年。战印看不上他的女儿，却娶了他的外甥女。商太太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。撇开女儿痴恋战印，外甥女嫁给了战印，她也替外甥女担忧呀，怕海童融不入战印的那个圈子。战家家风再好，家人再低调，再如何的平易近人，都抹不掉他们是首富的身份，他们接受过的教育，活动的圈子，结交的朋友，那都是海童以前碰都没碰过的。海童和战印的婚姻属于门不当户不对，现在两个人处于感情上升期，爱或许让他们暂时忽略了很多现实问题。以后激情没有了，战印还能像现在这样和海童过着普通夫妻的生活吗？话说海童应该不知道战印就是首富家的大少爷吧，否则当初也不会教着小飞怎么追求战印。蓝晶什么都不敢说了，婆婆现在特别的生气呢。晶晶，去公司吧。商太太知道战印就是外甥女婿后，生气是很生气的，倒是没有冲动的告诉女儿，她就决定去公司找大儿子商议商议。现在吗？无痕不知道有没有空。蓝晶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车子开动。商太太沉着脸，就算他没空，我去了，他也能挤出时间来见我。蓝晶又不敢接话了，默默地开着车